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一个地点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地点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它早期是学校，可是呢，学校那个块地方早期有作为他用，但是在这种地方的学校，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。宿舍，为什么？因为交通相当的不便嘛。那台湾其实会废校，这两种原因：一是经营不善，那尤其像现在台湾大学居多嘛。然后二就是偏远少子化的原因而废校。没错，少子化加上偏远，我开车到最近的 Seven 还要将近半个小时以上。以台湾的标准来讲，这是超级远的地方，所以它废弃。那像这样的地方，它一定会有个东西叫做宿舍。没错，今天我来拍的就是叫一个学生的宿舍。那当然也有包含老师的宿舍。早期当然有一些学生住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交通不便，他们必须在这个地方待很长一段时间。当然，据说有人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些问题，当然有一些人没有。可是之后这个地方它又改建了，改建成什么呢？观光活用，变成露营区。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，会不会是跟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相关，而它废弃了。好，那至于它这里有什么样的故事跟传闻呢？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咯。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还有这种灯笼好有 feel 这里是之前给人家住宿用的吧？打不开，但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看看这里吧。土地是血，山林是家。还有小朋友玩的这种这种那个滑板车，我想也是空的。好臭！音乐教室吧。来，进来第一间看看。哇！比如说这里的东西真的还蛮多的耶。哦，人体模型，我终于在台湾看到人体模型了。我还记得上个礼拜怪谈的时候，我好像有提到关于人体模型的一些故事对啊，然后这边的房子竟然都是石头厝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好特别哦。除草机这边都还放着，然后这里还放着小朋友用的那种上下床铺之类的。打不开，算了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一带路灯也停了，对啊，然后这里应该是给学生住宿的宿舍吧，就是那个
说到的那个学生宿舍，哎，锁着了。哎，有水耶！这边应该接的是山泉水，而且在这边可以看到喜马木拉、斯梦乐厕所，厕所加上木头。哎，其实这还蛮棒的。洗完澡之后，可以上完大号之后可以直接洗澡，然后顺便冲冲屁股。每一间都这样子，而且都有水，而且真的还蛮干净的。但是上个礼拜有说嘛，哎，这边有什么柴烧锅炉？上个礼拜刚好怪谈当中有介绍到一些。必须说哈，我假如真的想上厕所的话哈，这边可以直接上。然后拍完满身大汗的话，还可以在这边洗澡。等一下，有水吗？哎，有哎，等一下，有水耶！这是废墟吗？但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，花子さん一緒に遊ぼう。我想也是。早上花子有可能要去日本吧？那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。踢蚊子，刚刚磁场稍微混乱了一下哦。这边大家看看，我不知道现在几颗灯。学校嘛，是学校就会想要召唤一下花子。下雨天。没有办法，然后我们来这边看看吧。这间锁起来了，这好像放猫罐呢。天哪，这个睡袋干净到我几乎可以在这边睡一晚，而且还有一些玩具，宝可梦。对啊，这里就是给学生住的。但是我必须说嘛，这床也太高了吧？睡上面你不觉得压迫感很大吗？对啊，这里都有猫罐呢。之前这里有猫吗？还有小朋友的涂鸦。我在想哈，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之前一直在重返？是我没点了，但实际上还有点，只是有时候碰到一些状况的话，还是会重返一下。然后这里是这个房子的，刚刚在前面嘛，现在在后面。这个会不会是给老师住的？因为你看它残留下来那个拖鞋都比较大，会不会是老师的宿舍？都没有住人了，电表也没了，然后好森林啊！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。哎，不是每一间都可以进去哦。窗户打不开，里面是什么？不知道，看不到。
没有哎，天哪！好像有听到脚步声的样子。这边有人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回去捡的时候看了，没有人。人的话，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麦克风有没有收进去，因为好像是脚步声啊。没有哎，天哪！烤箱，哇，这还有个循环扇呢。对了，有没有就这种啊 ，Stomp 啊。我都很怀疑这个洗衣机还能不能用？哎，在那里，哇，完全可以洗澡，而且好大只的喇牙在里面哦。刚刚那边有沐浴乳，这边有洗发精。我看我拍完那边洗个澡算了，不要洗澡还是回家洗比较舒服。好 ，OK， 那1楼的宿舍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刚刚这边有听到脚步声，我再来看一下 K2 吧。没有当下，有可能就比较难捕捉了哦。好 ，OK， 那不管怎么样，我先来这边介绍一下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吧。好，至于这个地方的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其实我必须说，这个地方它位处深山，那深山其实就比较容易比较潮湿嘛。那潮湿的一个情况下，某方面来讲不是比较容易聚阴吗？那好，这个地方它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生意事件，也没有发生过有人在这边轻生，甚至发生了一些什么杀人事件、意外等等之。可是它却有着一些诡异的传闻。什么样的诡异传闻呢？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嘛，它这个地方其实事后有改成一个那个露营区。那露营区当然也因为这个地方位处深山，所以经营不下去。那其实也是相当的可惜。然后据说哈，那个时候就有人来这个地方住宿的时候，有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像说这个地方其实住宿区是以前的旧校舍。那今天我没有拍那个旧校舍，可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厕所，我今天要拍这个学生宿舍这边有厕所，所以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地方上厕所。然后在上厕所的时候呢，据说就会听到一些小孩子嬉闹的声音。那当下会想到会不会是自己带来的小朋友在这边嬉闹？可是怎么看那个声音都找不到。所以那个人也是觉得奇怪，莫名其妙就回去发现他的小孩子躺在床上继续睡。那刚刚厕所里面的小孩子的声音，他就想说会不会是其他人来这个地方露营带的小朋友3更半夜还在嬉闹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他也没多想，就继续睡。可是呢，听说这个小朋友的嬉闹声越来越大声，在他脑袋中一直回荡不去。最后他有点受不了，又爬起来确认了一下。可是他爬起来之后，这声音就确实停止了。然后停止了之后呢，他就不管，看一看没人没事，就继续睡。可是声音还是很吵，最后他起来受不了，然后把自己的老婆也叫起来，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听到这小朋友的声音？”可是可怕的是，他的老婆根本没有听到。好，那这是他露营区所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我只有听到这一则，那其他的地方的话，像说这个宿舍嘛，宿舍是重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宿舍早期这边有很多学生居住，那其实学生在居住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奇怪的现象。像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就是有人睡觉的时候睡一睡，晚上会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，可是敲他门之后，他再出去看，想说谁3更半夜跑过来，会不会是同学要玩之类的？结果门打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然后隔天再去问时，听说也没有人跑过来。然后呢，后续还有一些人就是说，晚上会听到有人撕纸的声音啊，然后那边纸撕一撕撕一撕，撕到后面很吵，真的受不了。然后去厕所找那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人。那当下大家会想说会不会在恶作剧等等之类。然后我在故事介绍的时候，我一直听到附近一直有声音呢、手电筒呢？我手电筒呢？我不知道其实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准备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听到很多声音啊，会不会是有什么东西打到铁架上？好 ，OK， 好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学生也没有人承认是他们做的，那大家以为是恶作剧。可是有一些听说体质比较敏感的学生来这个地方，过没多久都已经吵着要回去，因为他们说他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啊，小孩、大人，然后甚至有小孩子啊跑到他的房间，然后每天晚上说要跟他玩，就他玩的精疲力尽，最后他真的受不了了，所以要下山去，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些传说。那甚至呢，这个地方废弃了之后嘛，那还有一些人来这个地方在探险。其实就像我这样，他们说他们有听到小孩子在奔跑的声音，甚至嬉闹的声音。可是，在进去那个建筑物里面一看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吓到赶紧离开这里。会不会是因为这样频发的一些状况，让这个露营区它经营不下去呢？还是又有其他原因呢？我们接下来把剩下景看完，顺便再拿器材来做一些问与答吧。介绍完这边的传说之后，我们到2楼看看吧。其实大家应该有看到，隔壁那边还有一间嘛，对不对？但因为那边有一些地方会塌了，所以不好拍。我就拍这里吧。而且传说跟故事也有相关嘛。宿舍，来吧，先看一下。OK。棉被、帐篷、风扇，还电锅还好好的，有点，我家电锅已经够多了，这个有小偷的话，应该都被偷光了。对啊，这小朋友睡，他不会跟天花板太近吗？不知道外面很凉，可是里面真的好闷好热。然后这里还有一间这是大通铺吗？哇，这个就是空的。是小朋友的玩具，就不是。我觉得这高度还比较刚好。对啊，这间呢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空的，这种楼梯，我必须跟大家讲哦，其实我小时候很向往睡这种床哦，之后是有去 IKEA 买过一个，但我跟大家讲，这种床长大之后不好用，假如你要交女朋友的话。好，那其实这边逛的最后一间了然后呢，
最后一间逛完之后，等一下，What the hell？ 疯吧！不知道哎，他是没有疯啊。OK， 不知道，这件看完就进入会员版的部分了。那个是干嘛的？不知道哎，抓虫吗？哎，上面还有名字哎。好，那基本上这边已经看完了哈。我必须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讲，因为他刚包那边还有一间哈，那一间就很抱歉，非会员才能看。那我们先进入，不对，那我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咿呀嚓嚓。